好，我是小马。爱马仕的传承皮呢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？那顾名思义，既然能被称作传承皮，一定都是一些能够经过时间考验的皮质。它们有的呢材质非常的坚挺，那放几十年呢都不会变形。那有些呢会随着时间而变色。还有一些呢有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。那今天小马就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爱马仕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传承皮，它们的优缺点、常见的颜色和包款，还有它们的目前大概的一个市场价值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，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那我们就先从传承皮里最有人气的马鞍皮开始吧。那马鞍皮呢，源于法国阿尔萨斯的巴尔村，1970年开始被爱马仕运用在马鞍的制作上。那当时的马鞍皮呢，都是光面马鞍，直到2017年，爱马仕才推出了表面有颗粒感的福宝马鞍。那由于马鞍皮油质丰富的特性，它的表面呢是非常有光泽的，而且一些轻微的划痕呢都能够用手擦掉。或者随着你使用时间长了，那皮质表面分泌的油脂呢，会让划痕逐渐的变得不明显，甚至是消失。那这也是它修复功能的由来。马鞍皮呢，还有一个特性呢，就是变色。那年龄越大的马鞍皮的包包呢，它的颜色呢就会越深，特别是手柄的这一边，那经常会接触到油脂的地方呢，如果不用丝巾包起来的话呢，就会变成就是偏深棕色，甚至呢有些会发黑。但是呢，小马个人觉得呢，马鞍皮比起全新的，还是有点变色的，会比较看上去有味道。那目前马鞍皮的价格呢，其实是跟金棕色的 Togo 皮是差不多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同样的价钱，你会更喜欢 Togo 皮还是马鞍皮呢？那第二个介绍的皮质呢是 TS 皮，非常的小众。那其实严格来说呢，它也算是马鞍皮的一种。那比起马鞍皮的光泽感，TS 呢看上去会更雾面。那套用一句网友的比喻呢，就像是上了一层散粉，有一种丝绒的质感，看上去非常的高级。但可能是由于采用的皮质部位的原因，很多 TS 皮包包它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颈纹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对于这种复古感很强的皮质，有点颈纹呢，反而是一个加分项。但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包包有颈纹嘛，所以还是得看自己的喜好。那这个皮质呢，产量其实是非常少的，非常难入手。那一般呢，只有资深的爱马仕玩家才能有机会接触到这款皮。比较常看到的包款应该有 H&C 和 Birkin 30。那出过的颜色，目前小马也只有看到过一种，那就是6C 古铜色。那和马鞍皮一样呢，也会随着使用而变深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皮质。那下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皮质呢，就是经常容易被误认为马鞍皮的巴多拉皮，就是这个。它也是一种没有经过染色的自然的皮质。那论产量的话呢，会比马鞍皮还会少一些。那因为它的发音呢和巴达很像，所以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奶油皮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材质方面，其实它跟塔迪拉克多皮是比较相似的，表面非常的顺滑，纹路也很细腻，整体看上去呢就很嫩。但是娇嫩的同时呢，也代表着它是非常容易有划痕的，所以用的时候需要多加小心。那奶油皮最常见的颜色呢，就是221沙滩金色。小马还见到过深棕色，不过数量呢比沙滩金还要少很多。那目前巴多拉皮的市场价值呢还是比较高的。拿mini 2代来说吧，那同样是全新的，奶油皮的呢要比金棕色的一皮还要贵50-60万日币左右。但小马觉得呢，奶油皮毕竟是传承皮，那收藏价值呢会更高的，还是很值得入的。那下一个呢，又是非常有人气的传承皮了，那就是这个 box 皮。那 box 皮呢，是爱马仕最悠久而且最经典的皮革之一。它以19世纪的英国鞋匠而命名，在大部分爱马仕玩家心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因为它是爱马仕最早用于制作手袋的皮革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古董的 Kelly， 包括当年让爱马仕一战成名的格雷斯凯利那张手拿 Kelly 的照片，
他当时呢手里拿的那只包呢就是波库斯皮。那在所有的爱马仕皮革中呢，波库斯具有最光滑的表面。那不同的光线下呢，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质感。那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，看上去就有一些雾面的感觉，而光线很足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那种油亮的感觉，非常有高级感和辨识度。并且随着使用年数的增加呢，只要保养得当，那波库斯皮呢就会越来越亮，越来越有味道。那当然了，这款皮容易有划痕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。那不过其实比较轻微的划痕还是可以通过保养修复的。但是水渍呢就不行了，那一碰到呢就会起小疹子，所以大家雨天千万不要拎波库斯皮出门。可能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早，那很多爱马仕呢已经绝版的包款用的都是波库斯皮。那比如说小马手里的这只大耳朵，还有老款的公文包等等。那现行版的包呢，除了 BKC 以外，还有铺六木啊、手枪包呀、卡夹小物这些呢，都有出波库斯皮。二手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呢也是比较多的，入手难度呢在传承皮里边来说并不算很高。下面这款皮质的名字来源于摩洛哥的一种石膏的材料 Tadelac。那这种石膏材料呢，通常被用在浴室里，那自带一种磨砂的光泽感，它经常被拿来和波库斯皮做比较。那的确，这两款皮质真的还是蛮像的，不熟悉的宝宝的确很难看出区别。那像我自己的话呢，如果分辨这两种皮质，那一是看就是说光泽度，那全新的呢会比较难分辨，但是时间久了，波库斯皮会越来越亮，有一种油光感，而塔德拉库多的光泽更柔和一些。而且伴随着日常的使用呢，它表面划痕的部分也会比较明显。那第二种区别的方法呢，非常的直接，就是靠摸。当然呢，这两款皮质都是很光滑的，但相对来说呢，这个塔德拉库多的手感会比波库斯皮感觉更粗糙一些。那波库斯皮呢，摸上去更光滑的细腻。那塔德拉库多的特点之一呢，就是显色度非常的好，色彩表现会比其他皮质更浓郁一些。但是缺点呢，就是小马刚才说过的，很容易产生划痕。虽然塔德拉库多石膏防水，但是塔德拉库多皮质可不防水。那这款皮质碰到水以后呢，会起泡，所以使用起来需要格外的小心。那除了 BKC 以外呢，还有像博利多呀，还有新款的锁头包，就是小马手中的这个锁头包，以及首饰配饰啊，这些都可以找到塔德拉库多皮的，也属于比较好买的传承皮之一了。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两款皮质呢，应该算是传承皮里比较小众的，那小马呢就叫它 VN 皮好了。那它是爱马仕从1837年创立的时候开始使用的皮质，历史是非常悠久，但是后来逐渐被马鞍皮取代了。不过爱马仕50年以上的包包上还是能找到它的身影。它采用了非常特别的植物鞣制技术，所以呈现出的是一种光滑的、那未经过处理的天然感。皮质呢非常的细腻光滑，那微微的有一点磨砂的感觉。那有很多宝宝呢会拿它跟马鞍皮相比，但其实呢把它们并排这么放在一起的话呢，就能看出那 VN 皮的颜色呢会比马鞍皮的颜色更浅一些。那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增加呢，它和马鞍皮一样也会产生变色，但是它变化后的同色和马鞍皮变色后的棕黑色是不一样的，它会更偏红一些。不知道你更喜欢哪种颜色的变化呢？那除了光滑的 VN 皮以外呢，爱马仕还出了带有颗粒的 VNG 皮。那 G 呢，其实就是指有颗粒的意思。那传承皮里除了牛皮以外，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皮质，就是猪皮和山羊皮。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猪皮。那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呢，猪皮是真的是美容，还是很好吃的。那没想到呢，也是可以拿来做包包的。那只不过呢，因为猪皮的柔韧度没有牛皮那么好，那需要非常高的鞣制工艺才能制作出皮革，那而且很难打造的像牛皮一样的有光泽感。那可以看到它皮质表面呢有比较清晰的毛孔和这种小细纹，那辨识度呢还是非常高的，
和其他的传承皮一样，这个皮质呢也是非常的怕水，需要小心使用。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山羊皮。那爱马仕羊皮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以下几种。那其中小马今天想分享的呢叫做 Coromandel， 它不管是从皮质感、入手难度还是实用性，都属于爱马仕普皮里高阶的一类。Coromandel 是2019年复出的皮质，那基本呢只有通过定制才能入手。它手感呢偏柔软，在保留了柔韧性的同时呢也很耐滑。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皮质中心的纹理，那由内向外的纹路越来越小，那有点像鳄鱼皮，而且表面呢闪烁着一种光泽，在灯光下呢会有种波光粼粼的感觉，那是很有辨识度的。那还比牛皮呢多了一点精致感。它虽然是普皮，但价格呢比一般的普皮要贵。不过小马觉得有这么出色的质感和实用性，贵一点也是值得入手的。那可惜现在呢手边没有山羊皮的包包，那以后有机会呢再和大家分享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给想要了解传承皮革的宝宝一些帮助。那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虽然大家都默认传承皮用的是钢印，但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，传承皮也是会用烫银烫金的。那如果有宝宝感兴趣，可以给小马留言。大家都入过什么传承皮革的包包呢？你最喜欢传承皮革的哪些特点呢？欢迎留言告诉小马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